大家好，欢迎来到又一期小溪的视频。然后这一期呢，也是像一个文化讨论吧。然后这一期的讨论启发呢是，由于我收到的一些问题，因为有的时候会收到有人问，外国的女生会不会喜欢中国的男生？然后在疫情期间，你知道老外怎么看中国？还有中国人在国外会不会被歧视？这一系列的问题。然后我觉得大家问这些问题的背后呢，肯定是想老外肯定是对中国人有偏执、有偏见，所以说害怕可能大家要来了以后的话，可能会产生一些生活上的问题。这一点呢，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很多老外对中国和中国人是有偏执，是有你知道一些偏见的。我今天想讲的呢，其实就是教你怎样去让外国的女生喜欢你，怎样去让外国的男生喜欢你，怎样去你知道去融入当地的社会，然后去和你即将要结识的，不管是同学、朋友、同事，还是任何的非中国人的，不管是白人、黑人还是亚洲人。就是说，所有跟你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怎样跟他们融入相处？因为你只有融入了，你才能够去更进一步的交心、交朋友。这就是我今天想讲的这一点。首先，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国家，你只要想去融入当地的社会，是一件有困难而且是非常有挑战的事情。其实就算你是土生土长的，然后像 ABC， 或者是你通过你知道在这边生活，然后拿到他们的护照，其实在一些白人主义至上的那些人眼里的话，你永远都会因为你的皮肤、你的眼睛的颜色和他们不一样，他们永远不会把你当作同一类人。但是这一部分人是少数。我觉得，在爱尔兰社会的话，还有在海外，我觉得很多人，大部分平民老百姓都是善解人意，都是和善的，都是会包容不同性，然后都是会认为，不管你是华人还是黑人，都是他们能够认同，只要你通过努力工作，你不犯法，你不犯罪，你其实在他们眼里都是社会的一份子，不会因为你的皮肤、你的背景、你的宗教去抵触你，或者是去排斥你。所以说我觉得首先大家需要学习的就是左耳进右耳出。对于那些你知道白人主义之上，你可能会受到有某些时候他们对你的恶语相向，对你的评头论足，听一听就罢了。最重要的是，大家真的是你在多接触以后，你会发现做好自己，然后为社会创造点价值，其实大部分人都能看到你所做的努力的。说的大一点，我们个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是能影响到老外对整个中国人的看法的，这一点是肯定的。所以说，我觉得如果大家有能力，还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加一些像志愿者活动啊，你知道去一些社区活动啊，让大家能够看到华人也在投身于你知道社会，去为社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让大家能够看到华人的背影。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但这一点可能比较难做到。我觉得最好做到的事情就是说，大家对待身边的朋友啊，还有对待身边的同事，还有对待你身边的所有人，你去银行接触的人，去超市接触的柜员，你所有的人，大家都和善对待，然后热心助人，让大家能够看到，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其实是很礼貌、很亲切、很热心助人的人，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2019年，爱尔兰部长在那个入籍仪式上讲的一段话，其实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下面把那个原话读给大家听一下，大家感受一下它的意思。When the state honors you today by granting your citizenship, it does not require you to forget the country you come from. It does not ask you to erase your memories or your personal unique history.Do not forget your own country, your own people, your own traditions. Such memories are not contraband. Bring with you your music and your stories, so that when your children and your children's children ask you about the old country, you can tell them, do not deny them their legacy. 我今天想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说，部长想传达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就算你成为了爱尔兰人，你入籍了，但是不要忘记你是从哪里来的，把你自己国家的一些文化，或者是你的国家赋予你身上的一些特性、特质、优点、美德，把它融入到爱尔兰社会。我觉得这是部长想讲的意思，不要忘记自己的根在哪里，这是最重要的。我记得刚来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记忆非常非常的深刻。是有一天我们在课堂上，然后我跟我就旁边的一些同学们在聊一些糖果啊，还有一些巧克力的牌子。然后他们有跟我讲的是像 Skittles， 然后像 Haribo， 然后像 Mars 这些，就是说在这边很普遍的牌子。我当时就说我没有听过什么牌子啊？然后他们当时的那个表情，我记得有一个女的叫 Nif， 然后她的表情就是那种就是嘴巴张得很大，就觉得我是异类的感觉。我那一刻记忆的非常非常深刻，因为她的那个表情。然后就在那个时候那一刻，我就觉得压力非常非常大，就是说融入新环境的压力非常非常大。小到连糖果的牌子，大到你可以想象。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一些逻辑的思维，你都会完全的觉得你是和他们不一样的，你是来自一个不同的国家，不光是你的皮肤、你的眼睛的颜色，还是头发的颜色，你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当时压力很大，有可能是，我来这边是上1年的研究生，就说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们这种来这边上1年研究生的人压力更大，因为你来这边你没有一些预热的过程，然后你来了落地了，立马可能隔一周你就要开始上课，就要开始迅速的适应新环境，所以但还是过来了。在来的第1年和第2年那几年左右，然后我就非常努力，非常用劲的想要去融入。我当时天真的以为和外国人谈恋爱，或者是去参加外国人的 party， 跟很多外国人经常在一起玩，你就会变得不那么格格不入。但是那个我后来觉得那只是显得你格格不入而已。其实真正在你旁边，跟你一起玩的是真正的，或者是喜欢你的。不管是喜欢你的面貌，还是喜欢你的文化，都是因为你的不同才靠近在你的身边，成为你的朋友。所以说这一点是你自己应该理解到，应该认知到你的不同，你和别人有什么不同，而且这个不同是好于别人的不同，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就像部长的那些话的意思是一样的，你的不同其实让社会变得更加包容，让这个社会的人变得更加容易互相理解和尊重。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刚来到国外一个新环境，其实想要去融入，其实是很有挑战的。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切入点，然后去近距离的去接触他们。我当时的切入点就是，我有利用我家的一个小客厅，然后做沙发客，因为沙发客都是免费的，所以说你很容易款待到一些和自己志同道合、喜欢旅游的一些朋友。这个是我当时的一个切入点。
然后因为他们来你家也不得不听你讲话，你知道吗？然后你就可以学到他们很多的东西，不管是他们的观点啊、文化还是食物。我记得有一位德国的朋友，一位德国的女孩，她教会了我，只要我们聊得来，然后我们第2次见面或者是第3次见面是可以拥抱的。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说她第2次来我家，然后我们一起做饭的时候，她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我当时就知道了，哦，原来是可以这样的。然后还有一次是我去维也纳，然后去住别人的沙发客，然后他教会了我的是，他是可以把钥匙交到一个只认识了1天的陌生人的。他教会了我的是学会去信任陌生人。通过近距离和老外接触，我觉得有一点很大的收获是，就是说你整个把自己完完全全的摆在他们面前，然后你可以听到很真实的对你的评价，不管是他们对你的赞美，还是就是说你会也知道自己的哪一些不足和需要改善的地方，这一点是我个人觉得非常大的收获。就有，我记得以前和一个美国人玩，然后我们出去喝酒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说我很搞笑，很幽默，然后可以去在美国做那种上台的搞相声的那种。然后还有一次就是说，我去伦敦，然后在伦敦，想给我那个沙发客的主人做那个可乐鸡翅，但是当时厨艺不怎么好，然后做了很久，可能做了1个多小时，然后他也很耐心做1个多小时，也没有做出来，然后就很尴尬，然后当时就下定决心，以后去别人家住一定要学好几道拿手菜去回馈给别人，就是说通过这些，我觉得就是说非常非常。你知道，能够觉得自己哪一些做的还不够，以后一定要加强，然后也可以知道哪一些老外你喜欢你的哪一些特质，所以说这些其实是让我自己更了解自己的一个过程。今天呢，这个主题呢完全是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然后肯定是不适用于所有人的，但是我做视频很开心的一点是，可能有的时候我收到一些用户的反馈，我觉得你们可能会从我的视频得到一些启发，然后运用到你自己的生活当中，这一点是我感到非常开心、非常幸运的事情，可以在做这件事情。另外呢，海外融入呢，其实是一个像我先前讲的非常有挑战，但是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挑战。海外融入就是要带着求同存异的心态，然后你知道要自信，要谦卑，然后去和别人分享你的故事。最后呢，我希望大家在海外的所有人都能，你知道非常顺利，然后非常开心的融入到当地的生活。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边，然后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记得帮我订阅、点赞、分享。下期的冒险再见喽！